有些你深信不疑的想法，其实陪了你很久。它们安静的存在，却在每一次选择里发挥作用。你怎么看待自己？怎么理解世界？怎么预测未来？这些看似自然的反应，其实都是过去一点一滴累积的信念。你的大脑会依附这些熟悉的模式，因为它们让一切变得可预测。即使那样的预测并不总是让你快乐，你也会不自觉地重复，因为那是你最熟悉的路。当你开始在某一刻对这些信念产生一点松动，也许只是轻轻的怀疑，也许只是多问一句，真的只有这样吗？这个瞬间其实非常重要。你的大脑会出现一个新的空间，让原本固定的连结不再那么绝对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松动里产生一点不稳，因为你正在离开熟悉，但同时，这也是新的可能开始出现的地方。当你不再紧抓旧有的信念，你就不再只看见同样的结果，你开始能够看见不同的方向，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机会，那些你曾经觉得不属于你的可能，会慢慢浮现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用同一个框架看待它。你的大脑会开始建立新的连结，让不同的想法被允许存在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转变里慢慢适应，让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停留。当这样的经验累积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那么快否定自己，不再那么快关上可能。你开始愿意尝试，愿意探索，愿意走向那些过去不敢靠近的方向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限制从来不是世界给你的，而是那些你一直深信的框架。当你愿意让它松动，你就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新的空气进来，让新的路径出现，让你的人生不再只是延续过去，而是开始展开一个更宽、更自由的可能。而这一切的开始，只是你在某个瞬间，愿意不再完全相信那些曾经定义你的信念，让你有机会重新选择你要如何看见自己，也如何走向未来。在很多时候，你会以为自己的想法是固定的，好像你一直都是这样看自己，一直都是这样理解世界。你的反应，你的选择，你的习惯，看起来都很一致。于是你会觉得，这就是我。你的大脑会把这些反复出现的模式当成一种稳定的结构，让你可以快速运作，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判断。但在更深的地方，这些信念其实一直都在变动，只是变化很细微，慢到你不一定察觉。当你在某个瞬间多了一点不同的想法，当你在某个情境里没有再用过去的方式回应，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都在你的大脑里留下痕迹，让神经连结慢慢调整。当这样的经验被重复，新的信念就会开始形成，不是突然出现，而是一点一滴的改写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你并不是被固定的，你一直都在变。当你在某一刻选择多相信自己一点，当你在不确定中愿意多给自己一点空间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新的讯号。原来我可以这样看待自己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经验里慢慢稳定，让新的理解变得熟悉。当这些新的信念累积，
你会开始感觉，有些事情不再那么困难，有些选择变得更自然，有些方向开始变得清晰。不是因为世界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你已经不再用过去的方式看待自己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一直以为需要很大的改变，其实早就在发生。在那些你愿意多一点相信，多一点理解，多一点允许的时刻，你的信念正在被你重新书写，让你慢慢走出过去的限制，走向一个不再被旧有定义困住的自己。而这个过程不需要急，也不需要完美，它只需要你在每一个当下，愿意用一点点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，而这一点点会在时间里慢慢累积成一个全新的你。在某些你没有特别察觉的时刻，你其实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选择，不是因为你刻意决定，而是你的大脑已经习惯走某一条路。当情境出现，你的反应几乎是自动的，像是早就写好的程式，让你不用思考就能回到熟悉的方式。你的神经连结会把这些重复的经验固定下来，让它们变得稳定，也让改变看起来困难。当你开始在某一刻没有照着过去的习惯走，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不同，多停留1秒，多思考一下，多给自己一个新的回应，你的大脑就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还有别的可能。这样的改变一开始很微小，甚至会让你感到不自然，因为你的神经系统还不习惯这条新的路，它会想把你拉回熟悉的模式，让一切维持原样。但当你愿意一次又一次选择不同，你的神经连结就会慢慢产生变化，新的路径开始被建立，让另一种选择不再只是偶然，而是逐渐变成一种可以依靠的方向。当这些新的连结被重复，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稳固，让你不再那么容易回到过去的模式。你会开始发现，有些反应变得不同，有些选择变得自然，有些你曾经觉得困难的改变开始不再那么费力。这并不是因为你突然变了，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重新排列了路径，你的神经系统也在这样的过程里更新，让你可以用新的方式存在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改变从来不是一次决定，而是在很多微小的瞬间，你愿意不再回到过去，而是选择一点点不同。当这些选择累积，你的人生就会慢慢转向一个新的方向，而那条路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是你在每一次重新选择的当下，一步一步为自己走出来的。有时候你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你的内在还没有准备好看见它。当一个新的可能出现在你面前，你的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靠近，而是怀疑。这真的适合我吗？我真的做得到吗？会不会最后还是失败？你的大脑会迅速调出过去的经验，那些曾经的不顺利，那些让你退缩的记忆，让你回到熟悉的判断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于是你没有真的走过去，不是因为你不能，而是因为你的神经连结还停留在旧有的方向。当你在某一刻愿意让自己多停留一点，不急着否定，而是轻轻地对自己说，也许是可以的，
这个念头看起来很微小，却会在你的大脑里产生新的讯号，让原本固定的路径出现一点转弯的可能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转变里感到一点不熟悉，因为你正在离开过去的保护模式。但当你愿意不立刻退回，愿意让这个可能多停留一下，你的大脑会开始建立新的连结，让相信这件事不再那么陌生。当这样的经验被重复，你会发现你比较不容易否定自己，比较愿意尝试，也比较能够靠近那些你曾经以为不属于你的机会。你的神经连结会慢慢改变方向，从原本的防备转向一种开放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过程里逐渐稳定，让你在不确定中仍然可以前进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不是突然变得更有能力，你只是开始允许可能存在，允许自己靠近，允许事情不再完全依照过去发生。当你愿意这样相信，你的内在就会为这份相信重新铺设一条路，让你一步一步走向不同的方向。而那条路一开始也许很细微，但当你持续走下去，它会慢慢变得清晰，带着你走向一个不再被过去限制的未来，让你发现，原来改变是从一个愿意相信的瞬间开始的，而你早就在那个瞬间转动了方向。在某些时刻，你会以为现实是固定的，好像世界有它既定的方式，机会有它既定的分配，而你只是被放在其中的一个位置。你的大脑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去预测未来，让你在还没尝试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结论。这可能不会成功，这应该轮不到我。于是你的行动变得保守，你的选择开始收缩。你以为是现实限制了你，但在更深的地方，其实是你的相信正在影响你与世界互动的方式。当你在某一刻开始多相信自己一点，不是盲目的肯定，而是轻轻地让自己有一个不同的可能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新的讯号。原来我可以这样看待自己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改变里慢慢调整，让你在面对未知时不再那么快退缩。当你开始相信，你的行动会跟着改变，你会多尝试一步，多开口一次，多走向那些原本犹豫的方向。而这些微小的改变会让现实开始出现不同的回应，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对你特别，而是因为你已经不再用过去的方式站在原地。你的选择改变了，你的表达改变了，你的能量也变得更稳定。于是那些原本擦身而过的机会开始停留，那些原本不会发生的连结开始出现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现实并不是单方面的决定你，它一直在回应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当你越相信，你就越愿意参与。当你越愿意参与，世界就越有机会回应你。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循环里建立新的信任，让相信自己不再只是一个想法，而是一种可以被经验的状态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累积里变得稳定，让你在面对未来时不再只是等待，而是带着一种内在的确定，一步一步走出去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，现实也会慢慢调整，让那些原本遥远的可能
开始靠近你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只是你在某一刻选择相信你是可以的。有一个转变，往往不是从外在开始的，它不是机会突然出现，也不是环境突然改变，而是在某个很细微的时刻，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。也许只是少了一点怀疑，多了一点允许，不再那么快否定，不再那么习惯退缩。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改变里，慢慢松开原本固定的判断。那些我不行，我还不够的声音，不再那么绝对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状态里逐渐稳定，让你在面对未知时，不在第一时间选择保护，而是多了一点靠近的勇气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，你的行动会悄悄改变。你会多尝试一次，多开口一点，多让自己站在原本不敢停留的位置。这些改变看起来很小，却会让你与世界的关系产生转动，因为你不再只是旁观，你开始参与。当你开始参与，现实就不再只是发生在你身上，而是开始与你互动。那些原本不会出现的机会，会因为你的靠近而浮现；那些原本不会成立的连结，会因为你的开放而产生。你会慢慢发现，世界没有突然变得不同，但你遇见的一切却真的不一样了。你的大脑会记住这些新的经验，让相信自己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种可以被验证的感受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循环里建立新的安全感，让你越来越能在不确定中前进。当这样的改变累积，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现实之所以开始配合你，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规则，而是因为你改变了与它互动的方式。当你不再怀疑自己，你就不再把自己排除在可能之外，而当你愿意把自己放进选项里，世界就会开始回应这个新的你，让那些原本遥远的事情慢慢变得靠近，让那些曾经不敢想的可能一点一滴的成型。而这一切的开始，只是你在某个瞬间愿意相信你是可以的，也愿意让这份相信带着你走向一个全新的方向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